绝不能让他乱喊。是个带把儿的！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给我来这一手惊喜！当然了，这个惊喜是假的。记住，是个歌儿。我娘是正经的三品诰命夫人林氏，琅琊林家的嫡女，嫁进沈家10年无所出，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外室柳氏却先她一步生了儿子。老爷，我爹沈明远骑马从衙门赶回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就叫沈清远吧，给我取名沈清远。我3岁开智，4岁我能倒背千字文，6岁那年出世了，准确的说，不是出世，是出了个天大的好事。恭喜恭喜！神父公子沈清远县试头名，钦点按手。按手，清远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沈家终于光宗耀祖了。柳姨娘看到我大出风头，极度的发狂。她的儿子沈青云今年7岁，3字经还背不全。那个小畜生，哼，不过是个按手罢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买通了考官？林氏娘家那些关系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清远，你老实告诉娘，这个按手你是怎么考的？考的啊，看一遍就记住了，不厉害啊。过目不忘，怎么会这样？清远，娘跟你说件事，记住，你是女孩子。我知道啊，娘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娘，我又不傻。我苦命的闺女啊！娘别哭，按手只是开始，我还要考府试。这句安慰让母亲更加恐惧未来的绝路。如果继续考，名气越来越大，身份暴露的风险也越高。但如果不考，沈青云会长大，柳姨将会得势，嫡子的身份保不保得住还是两说，没有退路了。考，不但要考，还要考第一。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氏的孩子比那个狐妹子生的强10000倍。娘，你放心。7岁那年，府试沈清远又是第一。7岁，府试按手，千真万确，老太爷。我倒要亲自去看看这个孙子。老太爷怎么突然来了？立直了，别驼背，说话粗声点儿。不对，你平时就挺粗的。娘，你比我紧张。这孩子啊，像我年轻时候。那可不，虎父无犬孙嘛。清远，孙儿见过祖父。明日起搬到前院书房读书，我亲自给你请先生。你就是沈清源？你知道这间书房以前是谁用的吗？不知道。是我用的。祖父把我的书房给了你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3字经背全了吗？你背不全就别占着书房，浪费。沈清远，你别得意。娘那个决定，或许真的没做错。如果我是女儿身，这辈子连这间书房的门都摸不到。
柳姨娘为了儿子请来了一位京城大儒，这位大儒其实是个虚张声势的骗子。令郎天资聪慧，假以时日，定能金榜题名。柳姨娘喜不自胜，当晚就在自己院子里摆了席面。清远啊，你周先生可是京城翰林院出来的，学问大得很，要不要也跟着学学？不用了，姨娘。怎么嫌先生教的不好？你别看你现在是暗手，那是县里府里的考试，等到了院试，可就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了。切，姨娘说的对，所以我已经在准备院试了。青云哥哥要不要一起？我可以帮他补补三字经。沈清远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菜凉了，姨娘多吃点。清远，父亲，你姨娘请的先生，你当真不想跟着学？不想。为何？那人不是什么翰林院出来的，他写的帖子我看过，格式都不对，顶多是个落考秀才，被人包装了一下。你先回去吧。第二天，那位周先生就被请走了。又让那个小渣渣看笑话了。这孩子8岁就能辨真伪，将来了不得。这就是那个神童啊！6岁暗手，7岁俯视第一，长得倒是白净，就是太瘦了。切，8成是家里使了银子。院士可不比县士府士，学政大人的眼睛可不揉沙子。我没理他们。3天考完，我走出考场。清远，娘在这儿呢，怎么样？还行。什么叫还行？到底考得好不好？应该是第1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因为策论那道题，出题人想考的是水利，但题面用的是周礼里勾玉那一段。考场里9成的人会从经义入手，只有我从实物入手，引了本朝30年的水患数据。我闺女真是投错了胎。放榜那天，红纸黑字，第一个名字沈清远，9岁的鲁生，本朝最年幼的秀才。这一回连知府都惊动了，不止知府，学政大人亲笔写了一封信，送到了京城礼部。信上说，临安府沈家子年9岁，才具非凡，经义通达，策论老辣，实乃天授之才。臣斗胆见之，望朝廷留意栽培。千真万确，老太爷，知府大人亲自阅的卷子。他听完管家的禀报，沈家列祖列宗保佑，出了个麒麟儿啊！我爹沈明远当天从衙门早退回家，破天荒的在后院陪我娘吃了顿饭。席间，他看我娘的眼神变了。夫人辛苦了。妾身分内之事。清远这孩子随你。我娘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你爹这辈子就说了这么一句人话。柳姨娘那边已经3天没出院门了。听说他把沈青云关在屋里打了一顿，逼他背书。沈青云哭了一整夜。沈清远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没有。你就是得意，你处处压我一头，你故意的。青云哥哥，我考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考得越好，我娘就打我越狠。那你应该去跟你娘说，不该来找我。你恨错人了。门外安静了很久，然后我听到了哭声。我没有开门。10岁那年，老太爷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送我去白鹿书院。白鹿书院，本朝4大书院之首，出过3任宰相、12位尚书，数不清的进士。能进白鹿书院的，非富即贵，最差也得是举人家的子弟，而且只收男学生。我娘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脸色惨白。不行，书院要住宿，要跟人同吃同住，
万一被发现，娘，不行不行，太冒险了。娘，白鹿书院山长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谁？顾衍之。前任礼部侍郎。对，他治术之后回白鹿书院做了山长，他手里有直接举荐学生参加秋闱的名额。娘，我要是能拿到那个名额，13岁就能考乡试，乡还过了就是举人，举人可以直接考会试。你都想好了？从6岁考按手那天就想好了。但你要答应娘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平安，功名重要，但你比功名重要。一旦有危险，立刻回来，哪怕什么都不要了，也要回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3天后，我坐上了去白鹿书院的马车。马车走了半天，到山脚时已是黄昏。这就是青云山吗？你就是那个9岁的陆生？是。看着不像。哪里不像？太瘦了，风一吹就倒。书院每日卯时起床，中间上课还要练骑射，你吃得消？吃得消。哦，2人1间，这下麻烦了。你是新来的？嗯，我叫裴昭，裴家的。你呢？沈清远。沈清远，9岁卢生那个沈清远。嗯。天哪！你真的才10岁？真的。看着像8岁。谢谢。不是夸你，放心，以后有我罩着你，谁敢欺负你，我替你教训他。起码室友不是个找茬的。入院第1天，山长亲自训话。白鹿书院建院300年，出过无数能臣干吏，他们有的位极人臣，有的默默无闻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为天下苍生读书，不是为自己。如果你只为一顶乌纱帽而来，现在就可以下山，3个月后末位淘汰。听说顾山长考功课特别狠，连续3次末位直接开除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是末位。行，有种。功课对我来说就像喝水，难的不是这个。我身体不舒服，不去洗了。第2次，我说肚子疼，我肚子疼，也不去了。这小子搞什么鬼？沈清远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6天没洗澡了，你不臭吗？我体质特殊，不出汗。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那你总得洗吧，不洗澡会长虱子的。我自己打水在屋里洗。你该不会是身上有什么疤或者胎记，不好意思让人看吧？对，有个胎记，很大，不太好看。原来是自卑啊，就这事儿啊？行，以后我帮你打水，你在屋里洗。不过你得帮我写3篇策论，1篇，2篇，成交。就这么过了第1关，但撑不了太久的。3个月后，第1次考核。今日测命题，论本朝盐铁之利弊。这么偏的时政题怎么考？终于到了我擅长的地方。盐铁之政，利在国用，弊在民生。本朝盐引之制，出行时岁入300万两，现已至800万两。盐价亦从每斤15文涨至42文。民间私盐泛滥，从历史眼尖到具体数据，再到3条改良建议，我写了整整3000字。给先生。这些数据你从哪里看来的？书院藏书楼东侧第3排第7格有一套本朝盐政志，那套书放在那里20年了，从来没有人借阅过。我知道，上面灰很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清远。沈家的？是。嗯。 3天后出成绩，我第1。总分甩了第2名30分，那个10岁的孩子当真了不得。第1名竟然是个新生。山长看了他的策论，沉默了半炷香。半炷香？我听说是1炷香。你们说他将来能不能考上状元？状元？
他要是继续这么下去，3元及第都有可能。赵家是本省首富，赵文锦是赵家独子，今年15岁，在我来之前，他是书院公认的第一，现在他不是了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看书。沈清远，赵学兄，你知道我在书院待了3年，每次考校都是第一。知道。你来了1个月，就把我的位置抢了。不是抢的，是考的。好，是考的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说。你策论里写的那些数据，当真是从藏书楼那套书里看来的？当真。那你应该知道，那套书最后3卷是嘉靖年间的旧数据，跟现在的情况对不上。你文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从何而来？果然是第一名，看得很细。赵学兄好眼力，最后几个数据是我根据前面10年的增长趋势推算出来的，误差不会超过5%。你今年多大？10岁。10岁就会推算数据？不难，找到规律就行。沈清远，我不服你。但我承认，你确实比我强。下次考节，我会赢回来的。等你。哟，赵文锦跟你叫板啊？他以前可是书院里横着走的。是吗？你不怕？他爹是赵家的，有钱，在书院捐了不少银子。怕什么？有钱又不能帮他考试。你这人嘴是真毒。11岁那年秋天，家里来了信，是我娘写的。信上说柳姨娘给沈青云请了新的先生，这回是真的前科进士，在翰林院待过2年，因得罪了人才外放的。最后一行字写得很小，说如果青云也能进白鹿书院，就让我照顾他。这可真是个麻烦。家书？怎么了？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事。照顾沈青云，他要是真进了书院，住在一起，我的秘密还能瞒多久？半个月后，沈青云来了，他比2年前长高了不少，也沉稳了一些。沈清远，青云哥哥。别叫我哥哥，在书院里我们是同窗。好，他被分到了隔壁的学社。来的第1天，他就在书院里引起了不小的动静。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，而是因为他逢人就说沈清远是我弟弟。清远，你那个哥哥到处跟人说他要超过你。随他说。他还说你在家里全靠母亲请的好先生，底子是别人打的。然后呢？然后赵文锦就怼了他一句，令弟不需要好先生，他自己就是先生。你该看看你哥那个脸色。第1次月考，沈青云排在第23名，柳姨娘的信很快就来了。沈青云那天晚上在学舍里砸了一个砚台，第2天他找到我。沈清远，你帮我补课。好啊。真的？你是我哥哥，帮你是应该的。谢了。我帮他补了2个月的课。考不了第1他就打，他说我丢了他的脸。你从23名考到第11名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可我不是第1，你不懂，在我娘眼里，不是第1就是废物。我想说我懂，我比他更懂，但我没说。下次考节里你继续努力。努力有什么用？你永远是第1。不一定，也许下次题目刚好是你擅长的。你在安慰我？我在说实话。他没再说什么，跳下石头走了。沈清远，你真的是我弟弟吗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跟沈家的人都不像。我难道暴露了吗？12岁，我的身体开始变化了，胸口微微隆起，腰变细了，声音也没有像其他男孩那样变粗。我娘寄来了一块特制的束胸布，很紧，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还有一瓶药，信上说这是她花重金买来的，能让声音变得低沉，每日3滴，兑在水里喝，切记不可多服。
我必须瞒过去。药很苦，苦的舌根发麻，但有用。我的声音勉强维持在沙哑阶段。你最近声音怎么回事？变声期。变声期是这样的吗？变声期不是该变粗吗？你怎么越来越细了？每个人体质不一样。裴昭没再追问，但赵文京看我的眼神变了，那种目光让我后背发凉。12岁的冬天，书院举办了一场辩论赛，题目是女子可否科举，正方可，反方不可。我被分到了正方，这是顾山爷故意的，我要让他们无话可说。好紧！诸位同窗，有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但这句话的原意是女子就算有才华，也要以德行为先。什么时候变成了女子不该有才华？太祖皇帝的生母，一介村妇，在兵荒马乱中独自抚养太祖长大，教他认字、算账、读兵书。如果女子不可读书，太祖何以成才？大梁何以立国？沈同窗此言差矣，太祖之母是特例，女子主内，男子主外，此乃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，这4个字历来都是懒得讲理之人的挡箭牌。诗经300篇，其中有多少出自女子之手？国风15卷，民间女子的歌谣占了近半。若女子不可参与文事，那诗经要删掉一半吗？本朝律法从未明文规定女子不可科举，是默认，不是禁止。默认是因为没有人敢打破，不是因为不可以。如果今天这里坐着一个女子，她的文章比在座各位都好，你们是服还是不服？没有人说话。顾衍之坐在最后一排，一直没出声，但他在笑。辩论结束后，正方获胜。你今天的辩词似乎说得太动感情了。题目而已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在说自己？赵学兄想多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可真好，不过你这种论调传出去，估计得被老学贵骂死。无所谓。对了，顾山主让你去他书房一趟。现在？我去了顾衍之的书房，他背对着我，正在写字。坐。他继续写，写了很久才放下笔。沈清远，你今天那番话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还是背的别人的文章？自己的。一个12岁的男孩为女子说话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回山长，不奇怪。为何？因为我母亲是琅琊林家的女儿，个个饱读诗书，不输男子。我从小耳濡目染，觉得女子不该被埋没，这个想法很奇怪吗？你说的对，不奇怪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推到我面前。这是明年秋闱的推荐名额，白鹿院书院有3个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你才12岁，秋闱的对手最小的也有17、18岁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顾衍之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了我的名字。沈清远，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，但聪明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胆量。你胆子够大。我走出书房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月亮挂在飞檐上，冷冷的。我攥着那张推荐书，指尖发白。明年秋景，我13岁。13岁，秋闱。临出发前，我娘来了一趟。娘，她收了很多。家里出事了，柳姨娘查到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接生你的那个产婆离世了。什么？3个月前没的，官府说是病故的，但我派人去查，发现她离世前见过柳姨娘身边的那个丫鬟。她是不是在产婆嘴里套出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柳姨娘最近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不正常。她以前但凡你有什么好消息，都要闹一场。可你拿到秋闱推荐名额的事传回家里，她一个字都没说。产婆知道真相，如果柳姨娘从产婆嘴里得知我是女儿身，娘，你先回去。清源，我知道了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老练的？从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的那天开始。我娘走了，走的时候，她的背影佝偻得像个老人。她才35岁。秋闱在省城贡院举行，3场9天，第1场考经义，第2场考策论，
第3场考师傅和食物，考场里乌泱泱全是人，最小的也比我大4、5岁。他们看着我，交头接耳。这就是那个白鹿书院的神童，13岁考秋闱，也太狂了吧！听说顾衍之亲自推荐的。我没理他们，走进了号房。号房很小，只能坐1个人。3天后出来，我浑身酸痛，但精神亢奋。第2场策论，题目一出来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论边防之策，熟的不能再熟。我提笔如飞，3000字的策论，我写了4000，多出来的1000字全是具体的改良方案，从军屯制度到边贸互市，从兵员轮换到粮草转运。第3场诗赋，题目秋风。我闭上眼，笔边落纸。秋风起兮云飞扬，万里河山入梦长。不问于今国，但凭才学定兴亡。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搁哈笔。好了，能做的都做了。放榜那天，贡院门口人山人海，我挤不进去。裴昭也来了，他爹在省城有宅子，他比我高大，一路护着我往前挤。让，别挤了！红纸贴出来了，裴昭先看到的，他整个人愣住了。清源，你是第一！什么？解元？你是解元！13岁，解元，本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举人，最年轻的解元。消息传出去，整个省城都炸了。不止省城，3天之内，消息传到了京城。朝堂上有人提起了我的名字，沈清源，6岁按手，7岁府试第一，9仙临生，13岁解元。此子若非天授，实不可解。皇帝了，淡淡说了一句：明年会时，朕倒要看看这个沈清源到底有多厉害。消息传回沈家，老太爷在祠堂里跪了一整天，给列祖列宗烧了3炷香。我爹沈明远在衙门里收到了同僚们潮水般的恭贺，走路都带风。柳姨娘在她的院子里拿着一张纸条笑了，那张纸条上写着4个字：沈清远，女。沈青云站在她身后，脸色惨白。娘，你要做什么？柳姨娘把纸条折好，收进袖子里。做什么？当然是让沈家认清楚，他们捧了13年的麒麟儿，不过是个冒牌货。可是，沈青云犹豫了一下。可是他对我，对你好，他对你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吗？你以为他真心帮你补课，还是怕你追上他？沈青云闭上了嘴，但他的拳头在袖子里攥得很紧。好，不枉老夫推荐你。恭喜沈兄！恭喜沈兄！恭喜！谢谢。你下一步是考会试？对。明年春天？对。沈清远，有件事我犹豫了很久，要不要告诉你？什么事？前几天有个人来书院打听你。谁？一个女人，穿得很体面，带了2个随从。她没说名字，但她问的问题很奇怪。什么问题？她问你平时梳洗更衣的事。沈清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所有人？我不需要你回答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那个女人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够了，柳姨娘，她果然动手了。当天夜里，我给我娘写了一封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柳姨娘来过书院了。信送出去第3天，我娘的回信来了。他已经见过你父亲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请你父亲去他院子里吃了顿饭。席间，他让青云当着你父亲的面背了一篇策论，那篇策论写得极好。然后你父亲夸了青云，柳姨娘趁机说青云最近进步大，想请你父亲在宗族大会上表彰一下。宗族大会？沈家每年腊月都有宗族大会，全族老小齐聚祠堂，论辈分排座次。我明白了。腊月20，宗族大会。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做一件事，一件比考解元更难的事。我拿出了顾衍之给我的那封信，学政大人写给礼部的推荐信。然后，我提笔给一个人写了封信，一个我从未见过，但在书院的藏书楼里反复研究过其生平的人。当朝太傅，也是本朝唯一一个3元及第的读书人，周太傅。信上写：
学生沈清远有一事相求，此事关乎学生存亡，亦关乎天下读书人之公道，望太傅垂怜。我把信寄了出去，然后开始等。12月初没有回音，12月10日没有回音，12月15日裴昭冲进了学社。沈清远，干嘛？门口有人找你。谁？一顶官轿，4个护卫，轿帘上绣着太傅2字。我站了起来，顾衍之也到了。他站在书院门口，看着那顶官轿，手都在抖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你就是沈清远？学生是。你信上说有士官存亡，老夫活了72年，还没有哪个13岁的孩子敢用存亡2字来请我。学生不敢妄言。那就说，都退下。4个护卫退后，顾衍之犹豫了一下，也退了。裴昭被我一个眼神瞪回去了，只剩我和周太傅。太傅，学生有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一旦暴露，学生不但会大祸临头，还会连累家人。什么秘密？学生是女子。周太傅看着我，一动不动，很久，很久很久。老夫知道。您知道？你写的策论，老夫看过。策论？你那篇《论边防之策》好，非常好，但你在第3段写军屯制度改良时，用了一个词“狗权”。这个词出自诸葛亮《出师表》，但你用的语境不是诸葛亮式的自谦，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隐忍。13岁的男孩家世清，前途无量，不会用这个语气。但一个伪装了13年，随时可能暴露的女孩会。太傅，别急，老夫来不是为了拆穿你。那您为什么来？因为你那篇策论是老夫看过最好的。老夫教了一辈子学生，桃李满天下，3品以上的就有10几个，但没有一个人在13岁时能写出那样的文章。男人写不出来，只有你能，因为你知道什么叫绝处求生，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全部心血写的。太傅，学生现在面临的困境，我知道，有人要在宗族大会上揭穿你。您连这也知道？老夫既然来了，就不会只来看看。这是老夫给你的。12月20，宗族大会也是12月20。太傅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老夫的母亲也是一个被埋没了一辈子的女人，但她一辈子只能在灶台前煮饭。她说，如果我是男人，状元早就是我的了。老夫记了一辈子。太傅大恩，学生没齿难忘。起来，别跪，你以后要跪的人多的是，省着膝盖。你真的要走？嗯。去京城？去国子监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回来了。那我以后找谁帮我写策论？够你用1年的了。送你的。是他手敲的一本《资治通鉴节选》。我知道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但国子监里高手如云，多带点东西傍身。赵文锦，嗯，你是个好人。我知道。不过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见过最好的读书人。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什么？清远，山长，到了京城，小心行事。国子监不比白鹿书院，那里盘根错节，水深得很。学生记住了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明年春闱，好好考，老夫等你的好消息。
马车出发了。最后看了一眼白鹿书院的大门，再见了。马车日夜兼程，终于到了京城。国子监在城东，朱红色的大门。我递上了周太傅的保举信，门房看了一眼，态度立刻变了。沈公子，快请进，祭酒大人已经等您多时了。你就是周太傅亲自保举的沈清远？学生是。13岁的解元，难怪太傅破例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国子监的规矩比外面严得多，你进来了就得守规矩。学生明白。好，先去安顿吧。临安府沈家祠堂，宗族大会。柳姨娘穿了一身新衣裳，打扮得格外隆重。她怀里揣着那张纸条，沈清远，女，还有产婆病故前画押的证词。妾身有一事禀报。什么事？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大喜呀！什么大喜？二公子沈清远被太傅周大人亲自保举入国子监。太傅保举国子监。老太爷站了起来，颤巍巍地接过文书，看了又看。太傅亲笔，我沈家祖坟冒青烟了！太傅保举那是天大的荣耀，沈家100年来的头一份，了不起了不起！13岁入国子监，前无古人。柳姨娘站在原地，手里的纸条攥得发皱。她张了张嘴，太傅刚亲自保举了沈清远，这个时候跳出来揭穿，等于当众筛太傅的脸，得罪了太傅，沈家满门都不够赔的。柳姨娘的手在发抖。你刚才说有事要禀报。没什么，妾身只是想说，清远这孩子当真了不起。可恶，竟然让他逃过一劫。京城的冬天比临安冷得多，终于不用再想办法避开室友洗澡了。但新的麻烦恐怕来得比我想象的快。让我看看这孩子的斤两。太傅保队的人总不能只有一个名头。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小孩？沈清远。这小子倒是挺狂。我知道你叫什么，我问的是你怎么进来的。太傅保举。太傅今年72了，老糊涂了也说不定。用实力说话吧。第一竟然是个新生。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13岁的小孩？我在国子监待了2年，月考从来没下过第2，我必须去找他问个明白。以为拿了第1就能压我一头？沈清远，你策论最后那段引用的数据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你说本朝上江军屯产粮年均增长30%，数据来源呢？户部良策，嘉定20年至嘉定30年卷。国子监的藏书楼没有那套良策。没有，但我在白鹿书院看过。你记住了？10年的数据你全记住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多大？13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13岁，这绝不可能。沈清远，国子监有个传统，新生入学要在明伦堂当众做一篇即兴策论，题目由在场的人出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显然是提前安排好，要当众拆我的台。题目呢？由你自己选，看你这次怎么圆谎。天灾、励志、边贸，抽一个。不用抽了。什么意思？3个都写。什么？3个都写？你确定？确定。限时1半个时辰够吗？够。天灾策，
从黄河水患写到赈灾改良，6次大灾的数据一字不差，时间刚刚好。真的半个时辰写了3篇？我不信他能写得多好，这见解，这数据，简直无懈可击。你们也看看，啊，这字迹，这破题角度，太可怕了！让老夫看看太傅看中的人有多大本事，此等大才，世所罕见。这3篇文章放在会试里，任何一篇都能排进前10。沈清远，你今年13？是。明年春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郭子健要出个人物了，我彻底输了。沈清远，你以后写的策论，能借我看看吗？可以，这人倒是拿得起放得下。我还是不服你。但我不讨厌你。算是个磊落的对手。娘的信终于来了，不知道宗族大会那天，柳姨娘没有在宗族大会上遭难，但她没有放弃。她最近频繁出入你父亲的书房，跟你父亲单独说了好几次话。你父亲的态度很微妙，没有来找我问话，但看我的眼神变了。清远，你父亲可能已经起了疑心，我爹起了疑心，这比柳姨娘闹事更危险。因为柳姨娘闹事，我可以用太傅的名义压她，但我爹要是亲自查，他是我父亲，他有权查，谁也挡不住。除非我在会试之前拿到一个连我爹都不敢动的身份。正月15元宵，国子监放假1天，我一个人在街上走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。沈清远，青云哥哥，我娘让我来的。我知道。她让我来查你的底细。查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查到。国子监不让外人进，我连门都进不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来找你了。你不帮你娘查了？沈清远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弟弟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你教过我读书，在白鹿书院那2个月，是我这辈子最安心的日子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是唯一一个不嫌我笨的人。我没觉得你笨。那你告诉我实话。什么实话？我娘说你不是男的。如果我真的不是呢？如果真的不是男的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告发我吗？不会。那你会帮你娘对付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教过我读书，你帮我从20几名考到第11名，你从来没有看不起我。在这个家里，所有人都在比较我和你，你比我聪明，比我会考试，比我有出息，但只有你从来没有拿这些来踩我。我不管你是男是女，你是我弟弟，你就是我弟弟。元宵夜的京城很吵，但我只听得见沈青云的哭声。青云哥哥，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回去告诉你娘，你什么都没查到。好。然后在春闱之前，替我看好我娘。柳姨娘如果要对我娘动手，你拦着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好好读书，明年的秋闱你去考。我哪有那个本事？你有，你只是一直活在你娘的逼迫和我的阴影里。你的底子不差，你缺的不是天赋，是自信。你真的不像沈家的人。也许吧。他走了，我站在花灯下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然后我转身回国子院。春闱将近，我没有时间多愁善感。正月底，国子县开始闭院备考，所有参加会试的学生禁止外出，每天的日程只有3件事：读书、模考、讨论。魏承恩也要考，他跟我成了同组，每天晚上我们在明伦堂对练策论，他出题我答，我出题他答，一来二去，2人竟然熟了。沈清远，你真打算14岁考进士？打算。你知不知道本朝最年轻的进士是17岁？知道。你要是考中了14岁的进士，本朝第1人。你就不怕树大招风？怕也没用。你到底在急什么？
我没回答，他也没再问。2月春闱前半个月，我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会试之日，必有人在贡园门口等你，届时一切真相大白。我认得这个字迹，柳姨娘，她终于按耐不住了。她不打算在沈家内部揭穿我了，她要在会试现场，在所有人面前揭穿我。如果在会试入场前被揭穿，我连考场都进不了，这辈子的所有努力全部白费。我把信烧了，然后闭上眼睛想了一整夜。何大人，学生有一事相求。说。会试入场那天，学生能不能走国子监的内部通道直接进告园？为什么？有人可能会在贡场门口闹事。闹什么事？针对学生个人的。跟你的身世有关。何大人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太傅保举你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这个孩子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个机会。内部通道我给你安排。谢何大人。别谢我，谢太傅。2月15会试，贡院门口人山人海，考生、家属、围观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从国子监的内部通道直接进了贡院。后来裴昭告诉我，柳姨娘确实派了人来，6个人堵在贡院正门口，手里拿着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沈清远冒充男子欺上瞒下，但他们等了一整天，没有等到我。贡院的守卫把他们赶走了，柳姨娘的计划落空了。会试3场9天，第1场经义，第2场策论，第3场诗赋实务。3场考下来，我瘦了5斤，但我知道我考得很好，尤其是策论那场，题目是论天下治乱之源，我写了一篇相3000字的长文，从上古3代写到本朝，纵论千年治乱兴衰。最后一段我写到润之源，不论出身贵贱，不在地利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但凡有才有德，皆可为国所用。写完这段话的时候，我的手在抖，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篇策论，这是我的宣言。放榜那天我没有去看，是魏承安替我去的。沈清远，第6名，你是第6名，会试第6名。我闭上眼，14岁，贡士第6名。再过一关就是殿试，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本人。消息传到临安府的时候，沈家再次炸了。老太爷这回没哭，他在祠堂里供了一整桌贡品，焚香祷告了一整天。我爹沈明远在衙门里被同僚灌了3壶酒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我娘的信来得很快，只有4个字：我等你回来。柳姨娘在收到消息的当天，亲手砸了自己院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进京，亲自来。殿试在会试放榜后1个月举行，这1个月是我最后的准备时间，也是柳姨娘最后的窗口。她必须在殿试之前揭穿我，因为殿试一旦结束，皇帝亲自点了名，她再揭穿就不是打沈家的脸了，是打皇帝的脸，那是牵连全家的大罪，她赌不起。3月初10，距离殿试还有10天，柳姨娘到了京城，她没有住客栈，她直接去了兵部侍郎魏家。魏家跟沈家是远亲，柳姨娘的表姐嫁给了魏侍郎的弟弟，她通过这层关系见到了魏侍郎。沈清远是女扮男装，这是证据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这可是欺瞒圣上的重罪。如果你是诬告，妾身愿以身家性命担保。魏侍郎沉吟了很久，他想到了一件事，他的儿子魏承恩在国子监被沈清远压了好几个月，如果沈清远被取消资格，魏承恩就是国子监最优秀的考生，殿试的排名也会往前挪。好，我明天递折子。3月11日，魏侍郎的奏折递到了御前。臣闻会试第6名沈清远，实为女子冒充男子欺世，欺上瞒下，有据可朝，恳请圣上明察。皇帝看了奏折，没有说话。去，把周太傅请来。他把奏折放在一边，叫来了太监总管。周太傅来得很快。太傅，魏侍郎说你保举的那个沈清远是个女的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老臣保举的是才学，不是性别。朕问你，她到底是不是女的？陛下不妨先看她的文章，再决定这件事重不重要。这是沈清远在国祖卷3个月内写的所有策论，一共23篇。皇帝接过去，翻了几篇，御书房里安静了很久。
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写的，是，不像。所以老臣才保举此人。皇帝又翻了几篇，他停在了那篇《论天下治乱之源》上。用对了人，荒漠亦可为绿洲；用错了人，沃土亦将成焦土。好文章，太傅，你说处朕该怎么办？陛下圣明，自有决断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老狐狸，传旨，殿试如期举行，留中不发。那魏侍郎的折子，是陛下圣明。别急着夸朕，殿试之后，朕要亲自见这个沈清远，到时候是男是女，一试便知。朕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不能慌，不能慌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题目：论用人之道。他这是故意的，与我的策论完美呼应。我要把这辈子的话都写出来，洋洋洒洒3000字，毫无保留。臣以为用人之道，守在不拘一格。古有商鞅变法，秦穆公不以其为国之身而弃之；有诸葛亮出祁山，蜀汉不以其布衣之身而轻之。才之所在，不问出身，不问门第，不问性别。一甲第1名，沈清远。大梁朝第一个女状元，我做到了。陛下亲自簪花。朕给你1个月，1个月之后来御书房见朕，到时候朕要听你亲口说。臣遵旨。状元游街，沈清远，沈清远，沈清远，14岁的状元，本朝第1人。17年的隐忍，终于走到了阳光下。只是这束胸太紧了，快要喘不过气了。他竟然真的做到了，恭喜！谢谢，也恭喜你，2甲第3名。沈清远，我爹做了一件事，我知道。他不该那么做，他不配做我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不用，因为他没有成功。你真的什么都不怕？怕很多东西，比如1个月后要面圣。1个月后，御书房，皇帝坐在龙案后面，只有他和我。沈清远，朕让你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臣知道。那就说吧。臣沈清远，本名沈清河，女子。你知不知道欺君是什么罪？臣知道，重罪。你不怕？怕，但臣更怕的是，一辈子不能读书，不能为天下做一点事。大胆！陛下方才说不缺做事的人，但如果天下1半人被禁止读书做事，这算不算缺人？女子占天下之半，1半。你那篇殿试策论，朕反复看了7遍。你写不问性别月的时候，笔锋最重，墨都拧开了。朕当时就知道你是在替自己说话。沈清河，臣在。朕可以治你的罪，一道旨意，你全家的命运都在朕手里。臣知道，但朕不想降罪，因为你写的文章太好了，朕少了一个能臣，但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。你骗了天下人。臣有一个请求。说。给臣3年，若能证明女子为官无益，恳请陛下允许女子科举；若不能，臣愿领罪受罚谢天下。你拿命赌？臣的命运本就是赌来的，从出生那天起就在赌。准了，3年，朕给你3年，身份朕替你保密，你以男子身份入翰林院，3年后，朕要看到成果。臣谢陛下隆恩。3年，我只有3年。14岁的状元，成了全族的骄傲。
恭喜沈大人高升布政使。我沈家祖坟冒青烟了。3年之后，要么改写历史，要么领罪受罚，没有第三条路。这一切不过是规矩的荒唐。娘，一切安好，您不用再担心了。3年后，我会给您一个交代。我的清河做到了。我娘哭了一整夜，但这一次是高兴的。柳姨娘从京城回去后，大病了一场，我的心血全毁了。她花大价钱搜集的证据，全部石沉大海。他背后一定站着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。我输了，我怎么会输？废物，你怎么不去考状元？娘，等柳姨娘指责累了，她默默地回到了自己房间。这是他送我的。青云哥哥，你比你以为的要好得多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翻开书，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。我被授了翰林院编修，从六品，14岁的从六品官，翰林院上下都惊了。有人不服，我在翰林院待了8年才升到这个位置。说这话的人叫钱文渊，翰林院侍读，42岁，科举出身，寒窗苦读20年。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块搁在金銮殿上的石头，碍眼。我到翰林院的第1天就被分了一个苦差事，编究朝实录中最枯燥的部分——水利卷。300年的水利记录堆了满满一间房的档案。按照正常进度，3个编修要干2年，他们给了我1个人，而且只给了3个月。沈编修，这是你的工作，3个月后交稿，不会太为难你吧？不会。真的？哼，300年的水利档案啊！我知道。哼，那就好，加油吧，沈编修。300年的档案，我一卷一卷的翻，一页一页的记。白天翻档案，晚上写整理稿。1个月后，水利卷初稿完成。我把稿子交上去的时候，钱文渊正在喝茶，他差点被茶呛死。一个月？300年的档案？他一把抢过稿子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因为稿子不但完成了，而且质量极高，条理清晰，数据准确，甚至还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做了勘错和补注。这里有3处原始档案的记录错误，我在附录里标注了。另外，嘉定年间和永安年间的2段水利记录有矛盾，我做了交叉比对，附了考证。沈清源，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？是人。哼。他哼了一声，拿着稿子走了。水利卷写得好，非常好。谢大人。皇上看了也说好。皇上看了？他说这个沈清远，朕果然没看走眼。长院走了。钱文渊站在走廊尽头，脸色铁青。他在翰林院待了8年，编修过6卷实录，没有一段被皇帝亲口夸过。我来了1个月，就拿到了他8年都没拿到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翰林院里对我的态度分成了2派，一派服了，另一派更恨了。但我没时间管这些。3年之期已经过了1个月，我还有2年11个月。第1年，我在翰林院做了3件事。第1件，编完了国朝实录水利卷、盐政卷、军屯卷，总计3卷，速度之快，质量之高，翰林院上下无人不服。第2件，写了一本治河策，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黄河治理方案。皇帝看了之后，下旨让工部照办。当年夏天，黄河下游没有决口，这是30年来的第1次。第3件，奏请在京城开设女学，理由是教化万民，不分男女，女子知书达理，方能教养子女，于国有益。前2件事朝堂上一片赞誉，第3件事朝堂上炸了锅。荒唐！女子读什么书？祖宗规矩不能破。沈清远年少轻狂，哗众取宠，弹劾的奏折堆了半尺高，皇帝留中不发，但他私下召见了我。你急什么？朕说了给你3年。臣不急，但臣需要先试一试，看看阻力有多大。阻力大吗？大，但不是不能克服。怎么克服？用事实。什么事实？臣自己就是事实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身份？3年之期到的那一天。你不怕？怕，但3年后，如果臣做出了足够的成绩，成绩能保你的命吗？不能，但能保住臣想做的事。沈清河，你是朕见过最固执的人。谢陛下夸奖。这不是夸奖。第2年，黄河治理方案效果显著，工部上报，沿河3省水灾减少70%，粮食增产40%。皇帝大喜，升我为翰林院侍读学士，从6品直接涨到从5品。
2级跳，翰林院炸了。钱文宗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联合了7个翰林院的老编书，一同上奏弹劾我。沈清远年不及弱棍，骤升高位，恐有揠苗助长之虞，且其行事乖张，屡屡提议开设女学，有违圣人教诲。奏折递上去，皇帝看完，当场念给满朝文武听了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：沈清远的治和策1年之内救了3省百姓，你们8个人在翰林院加起来50年，给朕写过一篇能用的东西吗？8个人的脸白了。退下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弹劾我，至少没有人敢明着弹劾。第2年秋天，沈青云来了京城，他考上了举人，不是解元，是第7名，但对他来说已经是奇迹了。给你的。我不喝酒。那我喝，你看着。沈清远，我考上举人了。我知道，恭喜。我娘一个字都没夸我，她说第7名算什么？你13岁就是解元，在她眼里，我永远不如你。你不需要跟我比。我知道，你说过了。但有件事，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娘没有放弃。她查到了什么？她查到你在国子监期间从来不去公共浴房，她还查到你每个月都会买一种药变声的药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写了一封信，寄给了都院的左都御史。督察院，大梁朝的监察机构，左都御史正2品，专门弹劾百官。如果柳姨娘把证据交给了督察院，那封信寄出去了吗？被我截了。沈清远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截了这一封，还有下一封，你要尽快做你想做的事。青云哥哥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你帮我补过课，扯平了。沈清远，不管结局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人。准备了2年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就是你准备了3年的东西？回陛下，此乃方案，内有详细论证，每一项都有详细的数据支撑。臣在京城及周边秘密开设了12所女学，2年下来，有47人通过了同等难度的测试。居然真的做成了，成才率15%，与男子相当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回陛下，进翰林院的第1天。你就这么确定朕会答应？不确定，但臣必须做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身份？3个月后，朝堂之上，臣知道会有一半人针对臣。那你觉得朕凭什么替你说那一句话？凭我这3年的心血，凭治和策救的100万百姓，凭臣用尽全力赌来的一切。你起来。沈清河，臣在。3个月后，你要是倒在朝堂上，朕不会救你。臣明白。看你有没有这个造化了。但你要是撑下来，朕给你一个前无古人的位置。3个月后，大朝会。今日大朝会有一件事要宣布，沈清河上前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不用再藏了。你是女的？你是女的？这不可能！欺瞒圣元，这是大罪！臣沈清远，本名沈清河，女子，13岁解元，14岁状元，临安府沈家嫡女，入翰林院3年，编修实录3卷，撰写治和策1部。以上所有成就，皆为女子之身所成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陛下，此人隐瞒身份，罪不可恕，当依律重罚。治和策确实是他写的，那套方案换了任何人都写不出来。严正卷也是他编的，比过去30年的都好。完了，我当初递交了那折子，皇上当时那份词，
皇上是留中不发，原来早就知道了。朝堂上吵成了两派，一派要杀我，一派要保我。我已经做完了该做的。都说完了，那朕来说几句。沈清河隐瞒身份，按律当严惩。要重罚的那一派露出了笑容。但他用3年时间做了别人30年做不到的事，朕要是严惩了他，谁来替朕做这些事？你们吗？天下是朕的天下，朕意已决，即日起准女子参加科举。沈清河任礼部侍郎，退朝。谢殿下。阳光真暖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下面的广场，随便你们怎么看，我不在乎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用再束胸了，不用再假装自己是别人了。我是沈清河，一个女人，一个状元，一个翰林，一个礼部侍郎，这些身份，每一个都是真的。大夫人，该用晚膳了。让我再站一会儿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17年。快走，沈家待不得了！娘，你跑什么？跑什么？沈清远的身份公开了，她是女的。那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事，陷害她、告发她，这些都会被翻出来。我不跑，我没疯，我做错了事就该认。娘，你也该认了。你这个不孝子！打完了，那我去自首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祖父，孙儿有罪。孙儿的母亲多年来一直试图陷害二妹沈清河，包括买通产婆、收集证据，在贡城闹事。孙儿知情不报，也是有罪。你母亲呢？她不肯来。柳氏，你进沈家17年，我是怎么待你的？你又是怎么报答沈家的？陷害嫡女，贿赂官员，在贡园闹事。如果你在贡园闹成了，沈家上下100多口人的性命都要搭进去。老太爷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知错了。晚了，即日起撤去柳氏姨娘的名分，逐出沈家，私产充公。不，老太爷，看在青云的份上，青云的事，青云自己担。你自己说，怎么办？孙儿愿受任何惩罚，但孙儿有一个请求。说。让我去边疆，从最下层做起，用自己的本事，而不是踩着别人。好。柳姨娘被逐出沈家那天，沈青云站在门口送她。你恨我吗？不恨，我没帮你，是因为您做的事是错的。终究是一场空。后来听说他回了乡下娘家，一个人过日子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5年后，女子科举第1届会试放榜。沈大人，当年您来我们村开女学，我爹差点把您打出去。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后来是您掏了2两银子，跟我爹说让姑娘读书，将来不比儿子差。现在他信了吗？他在家里摆了3天的流水席。10年后，我31岁，礼部尚书，大梁朝第1位女性尚书。女子科举已推广全国，10年来，通过科举入仕的女子有300余人。有一个女孩，17岁考上了状元，比我还小3岁。她骑马游街那天，我站在路边看，就像17年前的我。但不一样的是，
他不需要束胸，不需要吃药，不需要假装男人，他就是他，大大方方的。我看着他，哭了。哭什么？高兴。高兴就笑啊！你从小就这样别扭。我就是一边哭一边高兴。对了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在白鹿书院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已经是女的了？你在书院的时候，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因为你笨。赵文锦也来了京城，他现在是翰林院掌院。当年那个在书院里跟我较劲的少年，已经是个沉稳的中年人了。你还留着？一直带在身边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你是女的。什么时候？12岁那年，你辩论女子可否科举，说到动情处，你的眼神，你在替自己说话。你猜到了，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你写的文章比我好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这一点不会变。魏承安后来也来了，他现在是兵部左侍郎。魏承安用10年时间，靠自己的本事重新爬回了侍郎的位置。沈清河，如果你是男人，我一辈子都赢不了你。但你是女人，我就更赢不了了，因为你比男人更拼命。在那个时代里，有无数满腹才华的女子，只因为她们是女子，便一生郁郁不得志。还有谢谢你的帕子。什么帕子？在国子监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束胸勒得太紧，差点晕倒，是你递了一块帕子给我。我以为你发烧了。也算是。周太傅在2年前过世了，享年82岁。沈清河，老夫这辈子做过最确的决定，就是去白鹿书院看你那天。你母亲呢，还好吗？很好，她在京城跟我住在一起。替老夫跟她说一声，你比你母亲当年想象的走得远多了。我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因为说不出来。清河，你还记不记得你6岁考按手那天我说的话？你说完了，藏不住了。是啊，藏不住了，结果也不用藏了。当年我咬牙给你换男装，想的只是保住嫡子名头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年没有放弃我。傻孩子，你是我的命。月光落在我们身上，很轻很轻。远处的京城，万家灯火，其中有些灯是女人点的，她们在灯下读书，准备明年的科举。